上市失敗，創始人離場，靠解決快遞最後1公里爆火的蜂巢，為何迎來至暗時刻？提到蜂巢，大家肯定能想到它最初的樣子，存放免費，掃碼就能開箱，不用拿起手機搜索取件短信，主打的就是一個便捷方便。但是從2020年開始，蜂巢開啟收費時代後，全網抗議不斷，而且因此惹上了一身的麻煩。曾經被譽為末端物流的標杆企業，靠資本融資84個億，巔峰市值超過250億，因為收費惹怒全國後，如今連虧3年，蒸發38億。明明是一家讓你取快遞更方便的公司，蜂巢怎麼就變成了讓你生活更糟心的生意啊？如果把時間倒推10年，沒人覺得蜂巢會被罵。那一年是最好的時代，抗戰勝利70周年的閱兵方隊莊嚴地走過天安門廣場。屠呦呦因為發現青蒿素，成為首位獲得諾貝爾醫學獎的中國本土科學家。中國快遞行業迎來了期待已久的爆發點。2015年，全國快遞量猛增超過200億件，中國網購用戶突破4.6億，快遞業以中國 GDP 6倍的速度增長。然而，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，物流行業正面臨極度的人才匱乏。根據央广網披露，2015年的整個物流行業的從業人員不過203.3萬人，就算把坐在辦公室裡的都拉出來，每人1年也得送1萬個快遞。於是蜂巢應運而生，小區門口、居民樓下的快遞櫃，直擊快遞太多、快遞員太忙，而用戶又不在家的時代痛點。順豐、申通、中通、韵達等行業巨頭都看中了蜂巢的發展潛力，紛紛掏錢入股，資本市場也很買賬。短短幾年的時間，融資超過84億人民幣。按理說，有錢、有股東、有政策紅利，這樣的企業怎麼也不該涼。可偏偏在10年後，蜂巢變成了如今這副模樣。導致一切的源頭，或許是一個看似微不足道的動作——收費。2020年4月30號，蜂巢突然宣布，快遞存放12個小時免費，超過每12個小時收0.5元，5毛錢聽着是不多，但真要從兜裡拿走，那也有點肉疼。更何況這事兒在一生節儉的中國人眼裡就不合邏輯。我沒授權投放，快遞員就把包裹塞進去，沒及時取件，系統還讓我掏錢，省时省力省錢，我哪個都沒有得到呀。於是社交平台上迅速炸鍋，上海、杭州的幾個小區乾脆向物業反饋，不讓蜂巢快遞櫃進駐小區。雖然這快遞櫃給消費者添了不少的麻煩，但是如果能讓快遞員多掙一點，也能接受。可離譜就離譜在這兒，蜂巢不光向用戶收費，還同時向快遞員收費。根據界面新聞報道，快遞員每向蜂巢投1個件都要交錢，小櫃子3毛，大櫃子4毛5。假如一個人一天投200個件，最少也得交60塊錢。所以現在快遞員寧願打電話，寧願被罵，也不想投櫃。於是乎，蜂巢兩頭被罵，消費者罵他貪，快遞員罵他狠。看到這裡，有人會問，蜂巢不收錢不行嗎？菜鳥驿站也是差不多的邏輯，我們去那拿東西也不收費呀。還真不行，蜂巢要是不两头吃，它就活不下去。它的智能快遞櫃看着是個箱子，但是成本極高，一個櫃子造價5-6萬元，落地就要交租金、接電、聯網、維護，這些都要錢。每年光33萬個櫃子電費、維護費就得上億，而它的收入幾乎只有3項：快遞員投遞費、廣告收入和取件超時費。令人遺憾的是，每一個環節都充滿了擠壓。快遞員為了降低成本，傾向於將包裹放入免費開放的驿站，廣告收入則因為貴機點位競爭激烈而不斷被稀釋。取件收入更別提了，打開黑貓投訴平台，和蜂巢相關的投訴超過36000條，其中大部分內容都是收費不合理，要求退款。根據招股書，從2021年到2023年，雖然蜂巢的營收連年增長，但是淨利潤卻連續3年虧損，總額超過37億。為了止血，蜂巢開始搞副業，他做過廣告投放，嘗試社區生鮮、寄件服務，甚至代收代寄業務，但這些探索都缺乏規模化的突破。廣告沒人看，社區零售被美團、京東到家碾壓，寄件業務又被順豐、极兔吃掉。更糟的是，競爭對手還一窩蜂的衝進來，菜鳥驿站免費放件，美團、京東、順豐都在做自己的櫃，甚至一些社區物業也自建櫃體，免費給居民用。在這種格局下，蜂巢收的那5毛1塊，愈發讓用戶火大。資本在看清這一切後，也開始撤退。最初支持他的兩通一達陸續退出股權，大股東亞投資本也因蜂巢沒有按約在24年上市，要求蜂巢履行回購義務，雙方一度鬧到对簿公堂，而這又間接耽誤了蜂巢的上市進度。就在 IPO 黃了8個月後，蜂巢創始人許玉斌因身體原因辭職，這則消息讓本就山雨欲來的蜂巢更加搖搖欲墜。不過說句公道話，蜂巢的存在不是沒有意義的，它確實讓中國快遞行業更智能、更高效。那幾年特殊時期，這些無接觸投遞的櫃子托起了很多人生活的保障。但是問題是，當用戶對蜂巢形成基礎設施的認知，就很難再轉向商品的付費邏輯。因為基礎設施往往意味着免費，就像你不會接受電梯要刷卡按次付費，也不會接受樓下郵箱開門要掃碼交錢。但蜂巢偏偏是個商業公司，不收錢活不了，收費又被骂不道德，于是它变成了你现在看到的那樣，在便民與盈利之間來回搖擺，兩頭不討好。至於蜂巢最終是否能夠成功上市，我們不敢妄下斷言，但當一個企業以公共的名義占據用戶心智時，也必須要承擔公共邏輯的後果。這裡是率真財經，一個有溫度有深度的財經博主，歡迎大家關注主頁，有更多精彩視頻。我們下期節目再會。